来吧，有请。我累坏了，我要疯了已经啊，所以就我可以做吗？可以。太好了，就现在心情不是很好，脾气有点差。你也在减肥吗？那我也在减肥，女人永远在减肥。因为我现在心你有看过一个女人没减肥的吗？对，我现在心情不是特别好，因为我等的时间实在是太久了。是，对，然后脾气也不是特别好。可是你看起来看得出来，我也不是什么脾气好的人，所以大家都该干嘛就干嘛啊，来吧。你看起来大家好，我是范甜甜，来自上海，今年34岁，至今未婚。我是一个职业的那个喜剧演员，所以我从小到大的时候，我觉得特别孤独。我从3岁的时候就在问自己，我是谁？我从哪里来？我要去哪里？就很 philosophy 的问题然后我就尝试去自杀，觉得想要知道生和死和人生的终极奥义到底在什么地方。那你这个问题后来有答案了吗？没有，因为我吃的是樟脑丸，死不了。对，范甜甜，你每天出门的时候，妆容都这么整齐吗？没有，刚才才补的妆，我平时不化妆。所以是素颜出门吗？对，我一点都不 care。我觉得人就是这张皮，特别像我这种以个性取胜的女人，我根本不用靠脸。虽然我长得这么好看，我从小到大就觉得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看的女人。我每次我经过镜子的时候，都会觉得这个镜子为什么没有爆掉，叫脸爆干个脸啊！当然，在世俗的眼光当中也许你觉得我是一般般的，所以你没有什么。就也跟我不是一个 level， 所以也不想多。所以跟男生出去约会的时候是，那是一定要化妆的。男人都是视觉的动物，好吗？不要减肥，不要减肥，那就是放屁。你一胖就不要你了，就这么简单。而且我到了30几岁，我没结婚嘛，现在很大的问题，你看我自己把点又找回来。30几岁没结婚，我们也没麻烦你找啊。我怕你们太晚了无聊，我也无聊。你知道我已经无聊到快疯了。今天一整天从下午等到现在，而且跟我一起来的人，随便聊2句，我觉得蠢的已经不行了。我真的年纪又轻又不懂什么叫尊老爱幼，然后也没有礼貌，然后也是觉得自己嘚瑟的不行，我牛逼的不行了，已经觉得一点点成就，觉得自己是谁了。你年轻时候是这样吗？人家依然年轻，好吗？能帮忙好吗？没有，说是那些年轻的那个，所以我没有，我就说特别是就是刚刚20几岁有点小有成就的时候，就会觉得自己特别了不起。我特别恶心这种男人，然后到底是男人还是女人？女的只要比我年轻、比我漂亮，我都讨厌。所以没有理由的讨厌。所以20几岁的男生如果要追你，也追不能考虑吗？我的男朋友都是20几岁的，都比较年轻，就是没有年纪大的男人喜欢我，你知道吗？他觉得你。比如说我平时讲话的调调，今天可能还会有点亢奋，是因为我太累了，想自己cheer我自己 up 一下。那平时有的时候跟别的男人聊天，年纪大一点的男人，他会觉得，哎呀，你女人，你的头发长见识短，你少啰嗦。女人在家里烧烧饭得了，侬快点结婚，哎呦，烦死他了。在年轻的男孩，他喜欢听你说嘛，他会觉得你妈妈说他的，哇，姐姐好厉害。而现在男孩都是被妈妈保护过度嘛，恋母情节都很重。所以其实你并不喜欢这些男孩，但是你的男朋友全谁说我不喜欢的？青春的肉体谁不喜欢？你不喜欢？你对，继续吧。青春的霸态谁不喜欢？对不对？为什么他们保持那么年轻又漂亮？我有秘方的好了。请问你说你小时候就开始思考哲学性的生死问题，对，然后之后为什么走上了喜剧表演之路，而不走上可以考虑生死问题的那些研究的方向？因为我还留恋人世间的欲望，对父母的割舍和对。吃饭啊，买名牌啊，这个女人喜欢的这种欲望，年轻的男孩子啊，都还有留恋。我觉得再过个大概20年左右的话，能行吧。所以，如果你可以选择的话，你比较喜欢在舞台上表演，还是电视，还是电影？我想选择电影。有尝试过吗？有，我签了周星驰的公司，最早的时候，我比黄圣依都还早。我演的功夫我也有演过，在美国的公映的时候。你是演的那个斧头吗？没有，那时候我很瘦很漂亮的，好吧？对，后来拍了他们的电视剧，也有拍《功夫状元》，拍了好几个电视剧，拍了电影。后来因为公司的事情就被雪藏了嘛。我问一个无聊问题，您戴的这些装饰品有什么特殊的意义，还就纯是好看？只是爱好，但是我的骨子里有2种，一个是 funky， 一个是 hip hop。所以我说人家在听那个小虎队的时候，我已经听 Earth Wind Fire， 我听 George Duke，Cool and Gang 这种的什么的 ，Ella Fitzgerald 这种的，就是。后来慢慢，这种音乐开始演变成 hip hop， 然后我就开始跟这种年轻人的脚步开始 hip hop， 然后又开始什么 B.I.G， 然后又 Tupac 那个年代我也很激动呀。然后现在年纪稍微大了一点了之后，觉得就是作为一个音乐的战士，你是不能死的，所以我要把我的 hip hop 精神永远存在下去。
但是我觉得我是女生，所以有的时候一定要有一点女孩子的元素在里边，你们可以看到我小女生的一面。你到底是哪来的？甜甜，你知道你没来之前，我几乎觉得这个节目已经完蛋了，就是说叫奇葩说，就从来一个都没有见到过。只要你的出现，我觉得光芒万丈，所有的生活才有了意义。我也是这样认为的。我刚刚楼下那一圈人我都看一遍啊。是的，是的。哎呀，我的妈哎！哦，刚才我也碰到有些孩子会说什么啊，辩论大师啊，什么高校里边都是怎么多厉害的人，这有屁用啊！如果你在现实生活中你是个很成功的人 ，OK， 你说的理论也许我会相信。但是如果你在现实生活也就是一个土鳖，你拿什么说服我呢？然后我就最多我就耸耸肩 ，OK，whatever，talk to my hand。OK， 这个3个人都没有按铃，听你到现在，而且非常好，很期待你下边跟别人辩论的时候。其实我不太想跟他们辩论，说实话。真的。但是你说的很对，生活阅历是辩论的重要的来源。对，就他没法反驳你，至少。谢谢范小姐，谢谢，再见。下次见。这真是个奇葩。现在肚子很饿，真的很饿。但现在是肯定看谁都不顺眼。人嘛，对不对？饿起来连人都能吃，你想想看，什么事儿干不了？什么事儿干不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因为他老是在摇头，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问题，到底是声音不好，还是画面不好，还是到底怎么回事？说呀！我这个大奇葩。啊，你好，3位老师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 ，hello， 啊，3位老师好，你好，还有我叫江涛，今年29岁，来自山东德州，我现在在北京一家网络公司做主持人的工作。我今天呢，我的辩题是找媳妇要找美丽笨的，还是找丑的聪明的？我觉得当然要找美丽笨的啊，不能找聪明丑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找媳妇，因为找媳妇不能找太聪明的。自古红颜多薄命，因为找媳妇不可能找武则天、慈禧那种。你这刚说找美丽的，红颜是什么意思呀？自古红颜多薄命，红颜说的就是美丽的。对，所以你要找方死媳妇是怎么着？啊，你又要找美丽的笨的，然后又说自古红颜多薄命。啊，他俩是一体，是一个系统，就是找媳妇一定要找美丽笨的，因为然后红颜薄命的。红颜薄命是指是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正因为他薄命，才需要我的关心，我的呵护。这个逻辑转的好，命越薄越需要你是吧？是，命比纸薄才好。对，请问你在贵单位担任主持人是主持什么样的节目？就是一个播报类的节目，就是自己在闲侃。你是在那个大鹏嘚不嘚是吗？我偶尔去客串。你去客串是编剧还是导演？他那时候不火的时候，他让我去，等他火了就不理你了。火了以后就很少了。你怎么得到那个机会呢？在《屌丝男士》，我是上了一个相亲节目《非诚勿扰》。你到底上多少节目啊？因为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能叫这节目。这次参加节目，你们的编导给我打电话说我是爱奇艺奇葩说的，我就说爱奇艺肯定有钱，现在行业第一是吧？还有个100万的工作机会，说就照100万工作机会，我也得来啊。是，所以你其实已经得到了表演的空间，你在一个网络上有一个自己砍的节目不就好了吗？很狭小，说实在话，挣钱真的少，娶媳妇根本不行，所以找美丽笨，美丽笨，找美丽笨需要更多钱。对。如果你今天来了，结果没有得到那个100万的最终的奖金，就只是来今天这么一场的话，对你来说值得吗？非常值得，没有一个人来说，我也不能说这节目也不能潜规则，是吧？也不能送礼，是吧？对每个人都是。这节目如果能潜规则，你打算怎么？所以呢，就是说对每个人都是有机会的。你看我虽然没有漂亮的腿，你看是吧？是腿，我也没有不带露肉的啊。我们这真不能潜规则。对，我们是个很正经的节目啊。其实是这样，我觉得江涛给我们带来好多快乐，而且其实就仔细来听，基本上你跟他的对话，他都接得住，对，甚至他不完全同意你的意见，他也会以各种方式来誓死捍卫我说话的。所以我不知道他会在辩论里是一个什么状态，请你们2位来决定了。江涛，你先回去让我们蔡老师好好想想，给我们一点空间，然后我研究一下啊。那我不确定我们会不会在这个节目当中再看到你。
可是我想凭你的本事，我们终究会在某处看到你的。对，不确定是，就是不确定。哦，不确定。因为等一下你走出去之后，下一个走进来的人，万一让我们更开心，那你就没了。哦，我现在就渴望下边的人都给我退赛吧，好吧？很好的想法，太正面了。好吧，咱们也别麻烦了，大家早点下班是吧？早点下班，其他人就别录了，好吧？好策略，好策略。你出去路上顺道把他们都劝走，这是这是很好的态度，我喜欢啊。对，谢谢江涛，行，再见了啊。哎，别客气，再见。今天的表现非常满意，今天发挥了我5%的力气。我感觉天空才是我的极限，我是个很谦虚的人。江涛要出现在比赛，他能赢我不确定，但至少他能把人搅和乱了。而且你说以奇葩的立场来讲，是够奇葩呀。奇葩呀，对呀，一朵奇葩。OK， 你干嘛穿成这样？走马路我也不认识你。我推荐你去星光大道吧。你为什么要到这儿来呢？哦，摁一下。我觉得他们2位都特别，他可以不回来了吗？你们好，你们好。我叫豆豆，是一名小丑演员。对了，我给你们带礼物来了，稍等，等一下。他可以不回来了吗？按你的铃。我有礼物的，怎么能不回来？小松老师，这只小猪送给您，红色的马，祝您鸿运当头。我最不喜欢红色。您可以把鼻子、头套可以吗？要不然走马路我也不认识你。好的，好的，谢谢您，谢谢您，这是我的荣幸。你抽到的题目是什么？神一样的对手和猪一样的队友，哪一个更可怕？大家都知道是《西游记》，它讲的是灵山10万载，佛坐9莲台，猪八戒7情6欲未抛开，孙猴子5行山下苦难挨，师徒4人朝西去，为取那3藏真经，心无二意，一路西来。唐僧师徒4人当中就有一个猪一样的队友，猪八戒，他迷恋女色呀，然后好吃懒做呀，但是唐僧并没有因为。我觉得他们2位都特别善良啊，然后他们一直都不肯摁铃，所以我这个百般无奈之下，豆豆，我给你个建议，就是你进场以来，我们大家共处的时间就这么几分钟而已，所以你把那些时间拿来送气球啦，那个就花掉了你展示你别的真的打动我们的才艺的部分。好。哇，老师好，好漂亮啊，你好。我叫钟美，我护照上这些都叫钟美。OK， 你干嘛穿成这样？这是我姐姐设计的服装啊。我们从小在美国就有自己的舞蹈团，她就觉得女人的身材就像一条龙。你要不要给我们来一段啊？既然穿上这衣服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如果你有一个本事，一边跳中国民间舞一边说话，那就更没法看了，已经直接晋级了。可以的。真的吗？对。来一段。家里脏了，擦着这个地板。对，擦着地板，擦着屋子呀，对啊，你看左头头，右头头，擦一擦地，然后呢，那边还得擦一下。我没擦到，所以必须得这样，对吧？我觉得你，如果以美国人的角度要求你的话，你已经是一朵奇葩，你已经是一朵奇葩，而且说话说得特别好。但中国人的角度的话，我不行。我觉得你开始说话的这个方式，其实没有超出一个学中文的普通人来跟我们聊天的一个方式。对，我理解。我们以后有机会再沟通，你看行不行？但是我在走之前，我想先说一句。你说。就是我一直这3年以来，在中国特别崇拜高晓松老师。谢谢你。好，谢谢，再见。好，我们来看看这个。
魏明，我每天的工作内容呢就是教小朋友变魔术。说起为什么会成为这个魔术老师啊，我可能还要讲一段我自己的小故事。那这个故事呢，我觉得就不如从这副扑克牌说起。这是一副当年我自己画的扑克牌，虽然说画风很稚嫩，但是当时呢，我花了很多的精力在画它。那后来呢，有一天啊，小镇里啊来了一个人，一个魔术师，他就问我，他说：“哎，孩子，听说你会变魔术，对吗？”我说：“是啊。”他说：“那你给我表演一个吧。”我说：“那你随便的选一张牌。”然后他选择了这一张牌，我记得当时，我说：“看，有飞机。”当他回头的时候，我偷偷的看了一眼，我说：“啊，我知道了。”我说：“刚才呢，你选择的呢是一张草花四。”然后他笑了笑，他跟我说：“他说孩子，魔术啊不是这样变的，魔术呢应该是这样，你把草花四呢放到自己的手臂上，轻轻的揉搓一下，你就会发现，它就变成了一张真正的草花四。那我再把整副牌的牌背在手臂上揉搓一下，你会发现，牌背也变成了一副正常的牌。不仅仅如此，你会发现，每一张牌都变成了一副正常的扑克牌。于是我就开始了我自己学习魔术的生涯和历程。那若干年以后，当我在魔术上也取得了一些成绩的时候，我开始怀念魔术对于我儿时带来的那种美好的感动以及精彩的回忆。于是我就想说，也许我应该把更多的感动带给更多的孩子们。我拿起了当年的那副扑克牌，轻轻地切了一下，你会发现有一张牌回来了，再切一下，你会发现第二张牌也回来了。打开一看，你会发现每一张牌又变成了我儿时的那副扑克牌。很可爱。今天我站在这里分享一些我自己在学习过程中的一些感受，我希望把这些感受带给更多的人。魔术也许是假的，但是魔术师娱乐大家的心是真的。谢谢。谢谢魏明，非常好，精彩，非常好。所以你的魔术风格向来就是边说故事边变魔术吗？我一直很喜欢表达，很喜欢说话，所以说我表演魔术的风格可能一向都会是说多一点。你已经有一种，好像给一个表演状态给一个 animation 电影做 voiceover 的时候，对那个劲儿都上来了，非常好。因为你这个正常状态其实也很好。我很想看他跟别人辩论。我觉得其实你已经取得了加入我们某一个人团的。那康永哥，我会很乐意再一次见到你。好，谢谢马东老师，谢谢高老师，谢谢康永哥，谢谢你。本节目由时尚最时尚的美特斯邦威独家冠名播出。好，新闻客户在爱奇艺视频看奇葩说呀！感谢最懂你的今日头条新闻客户端支持，微博关注爱奇艺奇葩说跟我们互动，微信添加奇葩说订阅号，每天推送纯干货，喂饱你。张扬，我叫张扬，我叫了好多年的这个名字了，因为这是奇葩说，我就是一奇葩呀，我能说，我到这地方名至实归。我来展示自己，我是来拿冠军，拿了冠军就有工作。我想当一个主持人，我就是应该生在舞台上的人。我是为舞台而生的人，应该这样说。长得帅就是好，我觉得只要给我这个平台，我的生命才有了鲜活的意思。吴宗宪无疑是综艺节目主持人上的龙头大哥，现在，所以我这次来是帮助蔡康永老师扫清我们共同的敌人吴宗宪，捧红蔡康永。好，来呗，看看下一个是谁。我就是综艺主持界的屠龙刀。作何感想？啊，已经淘汰了。你好，你好，马老师。OK， 我做自我介绍吗？需要我来做自我介绍吗？需要，因为我不知道你是谁。你看我这地方有牌子，我叫张扬，文章的张，其貌不扬的扬。我从小到大很喜欢说话，我参加了很多辩论赛、演讲比赛，拿到很多奖，爽。然后也上过一些电视，比如湖南台的《天天向上》，我一去《天天向上》，收视率爆棚啊，爽。然后呢，就是央视有一个开讲的节目，我去当青年代表，我去了20多次，次去收视率都爆棚，爽。我觉得我今天要特别是跟蔡老师说一件事情。
我们都知道台湾有一个主持人叫吴宗宪，对，我的梦想是把他打败，但是吴宗宪我一个人打败他有没有可能我不知道，但因为他后面有一支很强大的队伍，那个领军人物叫周杰伦，我知道您好像还没有一个领军人物作为您的后面的这个接班人，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您，我来了。谢谢。你可以告诉我们，比方说撒贝宁连续20次邀请你，总有个原因吧？还是说你每次都拿到？他每次做的盒饭都特别好吃，所以连续我不但做盒饭，我还会送盒饭。我们今天讲的话题其实非常的哲学化，叫道德是不是工具？您的观点呢？我说道德不是工具。为什么道德不是工具？工具是干嘛的？有用的。道德有什么用？好，有的人他没道德，你跟他说你没道德，他我就没道德。道德第一个，他没有办法作为工具性；第二个，工具的作用是什么？我们说改造这个世界，创造这个东西，道德能创造什么？道德自己老改自己，又会说哎呀这是对的，又会说那是对的，它都不定型。一个不定型的东西说什么工具？又不是橡皮泥。好，对不起啊，题目我刚才记错了。就你抽到这个题目应该是道德就是工具，我记错了，你重新说一遍。要说马老师厉害，因为马老师洞悉人间之真情，发现道德本身就有工具性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道德本身虽然不是工具，但它有演变呀，道德的规范和规则呀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谁不能够活在道德的阳光下呢？一个人没有道德，只是工具对他没有产生作用，并不是说这个东西它不是工具啊。你说是吧，马老师？马老师您真好，谁能借我一个金牌吗？谢谢您啊，谢谢您。我最后问一题好了哈，讲一本你最近读的书的书名让我吓一跳吧。你最近在看什么书？我一直在看圣经。因为我觉得我需要有一个指导的方向。为什么？谢谢你了，拜拜。为什么不是说话之道呢？张扬这个小朋友啊，行径很疯狂，可是逻辑还不错。是的，败絮其外，金玉其中。Ben， 谢谢你。下一位奇葩。太上军积极回令。这是蓬莱派的嫡传弟子。我靠，真的。仁真道教蓬莱派第19代弟子。你真的有什么第19代这回事吗？有，他一上来我就知道有。今天来在了爱奇艺，让我介绍啊我自己。我的名字呢叫徐峥，性别是男可不是女。我投师在全真道教蓬莱派，人收了我啊做第19代俗家的徒弟。他看到了你有什么潜力，才收了你的。就是我一天正在家打坐呢，突然感觉眼前这块就是眉心这儿有一道白光歘一闪，然后我手机就响了，我接起来就是我师兄给我打的电话。他怎么知道你师兄是中国移动的吗？什么叫白光一闪手机就响了？他的 WiFi 装在这里。好，我一句话，您相信超自然的能力是这意思吗？在您和道兄之间打坐的时候，突然腾空而起啊，什么这些事儿，发生过吗？放不了那么大的屁。好，这才是道家，这才是奇葩，这才是道家。好，我们让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位选手会是什么样的人。他说他是海归，学贯中西。我也不敢说我自己学贯中西。先问你一问题啊，您说，你这个学贯中西，你看看这笨是哪国人？我不知道。好，傅姐用英文讲一下你做生意的一个基本原则。You are God， 你是上帝，你的一切就是我的要求。用英文说 ，You are God， 不就这一句吗？傅姐 ，You are my God， 你知道吗？You are oh my God。下一位选手，
没故事，没故事不用来了，下一个吧。你就让人家看看没故事的状态吧。好，没故事什么样？来吧。你觉得自己无趣吗？我觉得应该算无趣吧。那你干嘛来了？来参加这样的节目，就是去增加一下粉丝，工作上可能有这样的一个需求。对。那我希望今天的曝光足以为你争取更多的粉丝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。不是我们找那个人。来，我们看一看下一位选手是谁。三位评委老师好。你身后这位身份可疑的人是什么人？这是我的同事，然后这是我们的米粉。我叫张天一，我是一90后，今年呢是北大这个法学院刚毕业。我大一、大二一直都在打辩论。从辩论当中得到了什么样的乐趣或启发吗？就一个事儿，就压根没有辩的必要，对吧？然后夸找很多逻辑在那说，所以我后来我在大三以后再也不打辩论了。打了很多辩论之后。所以其实来这儿也是见识，然后也无所谓。对，我当时觉得很好玩，就说奇葩，我说我不是奇葩呀。好，我决定摁第2下。我觉得你们家的雪碧味道很好。太没礼貌了。好，感谢。谢谢你，谢谢。真的不错，真的不错。下一位选手范甜甜，爱新觉罗载甜的甜。我不喜欢别人形容我，我特别讨厌别人对我说我是女汉子，或者是女强人，或者是什么比这个女汉子更讨厌的一句话是剩女。但是我觉得这个词发明出来就是对女性的一种贬义词，所以以后在外面就注意点，残酷的社会现实会给你颜色看看，甩你2个大头耳光。人家叫钻石王老五嘛，我要钻石范老五，为什么不是呢？他听不得剩女2个字。那等一下这样讲给他听听看。现在就想一杯酒泼你脸上，等太久了，我烦透了已经，我的耐心只能维持4小时。我比较老派，我喜欢那种不一样的，不是那种拱子那种的。喜欢 funk 这种的 ，Earth, Wind and Fire 这种的。Do you remember? Ready for smiles? 这种类型。来吧，2位好，今天咱们海选的第2天了。今天咱们重新找节奏，好不好？好嘞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好，来，我们有请今天的第1位这个选手，从没说过谎的中关村死宅。从没说过谎，有这种人吗？我忍了你们好久了，一个声音难听、对人耳朵的侮辱，还不如我这个手势呢。刚才跟后面他们在聊怎么去拍评人马屁，我就看不起这种人。我觉得这帮挨千刀的，我就觉得他们的意思就只拍马东的屁是吧？就我们俩就不拍了。高老师，你好歹也是做过小松奇谈的导师，怎么会有这么粗浅的节目？我们坐在这儿心里可有那种。而且你们的服装也没什么创意。马东老师还好，因为马东老师平时给人的形象是那种端端正正、一假正经的那种。是这样的话是回归了本色。但是你们俩平常就不正经，平时就是这副样子，平时就这样。马东老师因为对于我们这代人的影响，就是从07年还是06年那个挑战主持人那个节目，然后就他和张绍刚老师就一炮走红了。走红了之后，马东老师就拿自己特别当腕儿，然后一般情况下是不出来做节目的，做的节目做那些非常正经的，什么汉字英雄啊，就这种节目。对，钱不够，钱够了什么都做。沈峰老师最开始是写音乐的，但是你再有才华有什么用？你的才华在历史上能排得上啊？对，能排得上。在达芬奇之后，达芬奇第1。那个米开朗基罗第2，这都是文艺复兴式的大才。小松老师前100名，我觉得是在历史上应该能排到这个数。把那金牌给我拿来。还说不拍吗？蔡康永老师，现在我该说您了。您觉得您的节目在内地的收视率怎么样？马马虎虎吧。您觉得您跟吴宗宪老师比起来怎么样？他比我厉害多了。我跟您的答案差不多啊，那就好了，我们2个彼此互相同意。
这么说啊，杨磊，那个你有一个标签儿，这导演组给我们的，说你是说真话不怕得罪人。你怎么能确定你说的就一定是真话呢？因为我觉得你刚才就是呛他们俩那些话，也未必都是真话。你是意思是说达芬奇之后排前100名？我觉得他排不进去，你知道吗？说真话，你肯定是认为它是真的，然后你去说 ，OK， 我就把这做真话。那你认为不是真话，然后你去说，那一定是假话。但是你说出之后，它是不是真的，这是真的也要需要检验的。但是你的责任是把你想说的说出去的。对你有兴趣说出来，让他检验一下，看看是不是真的啊？我特别享受这个状态。我只有感觉说真话的时候才活着。你讲话很温和，可是里面有很多你想跟人家讨论的这种热情。你是说我很有思想是吗？啊，没有什么思想了，有态度就是了，这已经很珍贵了啊。好，希望很快见面，谢谢你。我们争取给你配一个女对手。好，加油啊！好，走吧。哎，最后这个手势是什么意思？比这个，对，比错。其实是故意的。好，下次见啊。这个手势就不知道为什么变成这个手势。我希望那个这样的错误以后还要多多再犯嘛。到你了，再来一个，谢谢。 Safe play， 完了。他逗笑过喜剧明星，这个事儿有什么可说的？各位老师好，我已经被他逗笑了。好了，他是喜剧明星，你逗笑了，看得出来。然后首先做下自我介绍，我叫宋启瑜，宋家的宋，奇葩的奇，周瑜的瑜，日本名字叫做宋家奇葩周瑜，简称宋桑。然后高晓松老师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，就称美龟；蔡康永老师是从台湾过来的，就称台龟。而我能打死我也不会说我是从乌克兰留学回来的。我是个山西人。很多朋友从太原过来看我，我说有朋自远方来，太远了就别过来了。大家知道北京的特产是什么吗？北京的特产是雾霾。最近东北和海南都有雾霾了，国家是这样解释的，叫做北京试点全国推广。我是一名学艺术的，大家都知道学艺术的女孩子都吸烟，我们班就没有人吸烟，因为我们班没有女孩子，而且还成了好几对情侣。你又逗笑了另一个喜剧明星。我认为他这种很阴森的神经质的逗笑方式还挺有趣的。所以，请问，你打算用你这个害羞、内向、神经质的方法跟别人辩论吗？别人会用比较尖锐的方法，但是我会用深沉的方法，会独特的视角来和别人去辩论。就是脱口秀和奇葩说是一样的。你这个还真没人能辩赢你，就别人不管说什么，他就自己说自己的，自言自语。康永兄，我觉得你被他骗了。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表演者，是吗？马东老师说的是的，就包括他的口音和说话的语调方式，全是假的，是不是？你能用普通话，咱们俩把假头套摘了吧。对啊，我在生活中基本上就是这样子，就是在舞台上表演的成分就不用那么多的表演，不用学表演，在舞台上就脱口秀就是表演，就真实的自己。比如说你是做即兴，你做那个主持是即兴很多，即兴能力很强。高晓松老师是，就是观点能力很强，就是知识的底面很强。我们就是靠段子的水平来提高，就这样子。请问你除了在表演的时候，生活中说话也是这个腔调吗？会变得比较标准一点。这些是你写的吗？还是你网上抄的？自己写的。哦，那非常好。他这个路数，我们应该会期待他。我们期待，对我特期待他辩论是什么样，你知道吗？非常感谢，谢谢启瑜。好，谢谢，回头见。好的，谢谢你，拜拜。这个很有意思，与众不同才是奇葩嘛，与众不同才是奇葩。